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福瑞。我今天就要讲一讲我这个中文学习，因为我以前收到了很多问题，关于这个我中文学习我是怎么学习的，有什么学习方法，我对这个怎么想？对，所以对我接下来就随便讲一讲，我没有写什么笔记啊这种，所以就随便吧啊。那我差不多6年前就开始学中文。我当时看到了我一个很好的哥们儿，他的日文讲得特别流利，而且是自学到的。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惊呆了啊！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学到这种水平呢？你没有上过课吗？不可能啊，这种。然后就发现其实原来你可以一个人利用网络上的一些资源，比如说那种podcast Chinese podcast 这种东西，看 YouTube 的一些什么就是各种节目这种东西去练听力。对，所以当时就得到了很多启发，很多灵感去开始学中文。对，我当时主要是用那个 ChinesePod.com，还有一个叫 Rocket Chinese。对，那个 Rocket Chinese 可能有一点过期了吧，我不知道那个内容，因为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内容好像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录的。对，我就是当时就一直听，然后就要重复他们的话，然后当我遇到了什么对我来说比较有用的单词，我就把那些单词放进去一些软件啊，software 那种 flashcards 去复习一下那些词。对，这是我一个学习方法。然后对，就慢慢开始跟别人说话。比如说有机会，我可以跟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，然后会，因为我是这种人，我是比较外向，我不会害羞，我不会怕说错，所以我每次有机会都会随便开口对，我无所谓，说错就我不管，我继续下去。对，可能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觉得我特别烦，因为我当时我中文还是很差，但是我就一直坚持用中文跟他们说话。对，他们一直要跟我说英文。有时候是就是一方说英文，然后另一方就一直说中文，这可能很尴尬吧。不知道。对，过了1年左右，我就开始觉得，还是可以的。就虽然觉得很难，但是还是感觉我看到了进步吧。对，对，我当时就开始每年到中国旅游，就是一个人去旅游。然后主要是为了看漂亮的风景，看很多山啊、河啊这种东西，还有练口语。因为我毕竟在丹麦生活，所以有时候说中文的机会比较少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每天都会去超市，为了碰上一些机会去说中文，搭讪一些妹子，对吧？对，就慢慢习惯跟很多人说话。对，我觉得学习语言你不要怕说错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吧。如果你一直不敢讲话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对，我发现很多人学外文，他们主要是会听，但不太会开口，对吧？就是默默的听，默默的阅读。等呃一当遇到了什么机会，他们就不会抓那个机会，就他们就会说英文，对吧？对，你必须勇敢的往前走，说话开口不要怕，对，不要害羞。嗯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就是这个你的态度很重要，而且你花的时间当然也很重要。对，对，我当时就乱学习，可能每天学了8个小时吧。我到现在还是比较努力。我现在可能不是8个小时，但起码会3、4个小时吧，就是阅读，看很多东西。
因为我相信，我认为学习外文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input，就是阅读跟练听力。当然，开口说话也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你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放在那个 input 的这个，就是往进来的东西。对，嗯嗯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嗯，对，还有呢，对，就慢慢学习，然后到了2014年，我就开始觉得，诶，好像真的看到了很多进步，我就要不要去找一些什么工作啊，做翻译者这种东西。对，我就去找，然后每次发现一个什么公司，问他们需不需要一个会说中文的小伙子，我就发现他们要我有一个学位，一个学士文凭，就是起码要有一个学士 bachelor 才会考虑我。对，而且我在中国问一些人啊，你觉得我可以在这边找工作的话，他们说你学位怎么样啊？这种东西对吧？而且你基本上你如果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工作签证，你首先要拿到一个学士文凭才行，这是他们起码的一个要求。外国人去有一个那种证据，可以说我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能力，有什么样的经验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根本找不到工作，除非你是走那个不正，就是违法的工作，对吧？很多老外会用那个旅游签证去当英文老师。我觉得如果你在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农村一个小村子，你应该没问题。但如果你在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你可能要当心一些吧。我觉得，万一你被抓了，就我也不太了解那个他们怎么样惩罚你，但我听说有时候会很严重的，对你需要交一个很大很大的罚款，对吧？对，嗯，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去上一个大学，就那个对，哥本哈根大学，我现在还在那边，我现在只剩1年半我就毕业了，然后我就可能会到上海去找工作，那个，嗯，对，我现在在学上海话，上海话我可以讲上海话啊，对，我也对方言比较感兴趣，对，我觉得好玩，对，上海，嗯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后来我就发现，其实学外文你根本不需要上课，你完全可以一个人，就是拿一个比较呃 casual 的一个方法去学习，去跟别人说话，去看电影、看什么节目这种东西，你真的不需要去学习什么语法，因为我相信语法是后来会学到的事情，而不是在前头能学到的。你当然你可以背那些语法的规则，但我觉得当你要说话，你完全不会记得那些语法规则。你想象一下啊，一个小孩儿他出生就是他长大的时候，他没有学到。他没有学习什么语法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跟父母说话，跟他身边的人说话，就一直练听力，这个就够了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误会了这个语法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他们就是过于重视这个语法，先要好好呃精通语法，再开始那个练口语，我觉得这个完全错了啊。对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学语法，对吧？嗯什么学习方法呢？我就提到了那个 flashcards，就是对，好好练听力、看节目、看电影，对，还有呢，对，就是你要阅读，阅读也很重要，就是你要看你喜欢看的东西，而不是要
不是要听别人说什么，你要按照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东西去做。